我靠哎！ Hello， 大家好，又是 Eder， 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POV。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在我身后面这一辆 Camry Hybrid， 也许你看我的标题，你会在那边想 ，Eder 啊，马来西亚有 Camry Hybrid 吗？对，没有错，马来西亚没有这一款的 Camry Hybrid， 但是呢，在新加坡有啊。可见这辆车的车主呢是从哪里来？新加坡来。本集视频非常感谢车主 Eden， 但是 Eden 就比较害羞，他不愿意上镜。看一下他的帅气的车，老远从新加坡过来让我试驾，有没有？在马来西亚你也看不到这种外观。 运动化的，它也做了一点小改装。那也不说太多啦，我们去看看这一辆车。但是在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的话呢，希望还没订阅我的朋友们呢，记得按下订阅。当我更新新影片的时候，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不要忘了 follow 我的 IG， 好吧 ？Let's go。 还记得那个 Panda Corolla Altis 吗？我之前试驾过的啊，今天它也来了。这个也是一样白色的大哥 Toyota Camry Hybrid XV40、XV50， 我也试驾过。这款的 XV70， 其实我也试驾过马来西亚版本的2.5公升自然吸气的 6AT。如果这款的 Hybrid 有在马来西亚售卖的话呢，我觉得它会更好卖，因为可能 Hybrid 有点税务折扣还是什么的，买车的价钱呢会比普通的汽油版本会来得更便宜了。首先外观你们可以自己看得到，它有这个类似像酒窝的，在新加坡售卖的 Camry Hybrid 呢，总共有3个等级啦，他们都是从 Australian 进口的。它有 Camry Accent， 有 Camry Accent Sport， 也就是现在这一个最高的是 Camry SL。我会列入在这边给你们看一下标准配备有得到什么东西。这辆呢 Accent Sport 会得到这一些东西 ，SL 呢也会得到这一些东西，好吧？好了，那这个关于配备我不说太多，我们主要来欣赏它的美。有人说 Hybrid 可以买吗？我只能说今天你需要泰国，你去看 XV40 已经在市场上超过10多年了，它的 Hybrid 竟然还在行驶着，可见这Toyota的可靠性就是这样。先不要说后面什么保养什么的，我们来聊聊它的美。就好像今天你第一次先看到一位美女在你前面，不管怎么养，我们先看一下它的美，对吧？好，这个就是那个美女哈。打开车尾箱呢，有2个方式啦，就是可以长按这边，或者是后面右手边有一个 touchpad。 没有 spring loaded 啊，也没有电动尾门，这个空间很大，我也不多说了啊。如果你们想看我 walk around 的 video 的话 ，XV70 可以去看我之前的影片啊。这个影片呢，就大概给你们看一下这辆车跟我们马来西亚版本有什么不一样的。哇老诶！ 这个版本红色的内饰我喜欢哦，真的是很 sport 哦，很运动化，有没有？它后面有冷气出风口，这里大概剩下1个拳头的位置，头顶的大概1个拳头。那这个版本的 Camry 呢，其实会比之前那款 Camry 哈 XV50， 也就是我那一辆车，它的后座空间会小一点，头部空间很明显的小很多，因为它为了要做 TNGA 的 platform 低重心啊，就把那个顶拉的矮一点。这个车真的是很漂亮哦，可见车主是很照顾车的，有没有？ 基本上的话，跟之前那个都是一样的，只是这可能，这个纹路不一样。它是有立体式的哈，有没有？摸下去有点粗粗滑滑，马来西亚没有哈，这里都是一样的，只是说这边多了一个 Eco、Normal 还有 Sport， 马来西亚没有的 EV Mode、还有电子手刹哈。这里打开，马来西亚版本有 Wireless Charging。 马来西亚版本的这里啊会比较好看呐，它像木纹这样，很有质感的木纹，这边就 plastic。 车主已经安装了 Ultra Racing Bar 在前面了，代号为 A25A FXS， 2.5公升自然吸气的4缸引擎哦。这辆车有一个引擎，还有一个电动马达辅助。如果引擎跟电动马达的混合之下呢，它可以产生214匹马力，还有221个牛顿米。这是我看他们的 brochure 写出来的啦。虽然也不是说很高，瞬间扭力应该是还是不错的。配搭着 eCVT，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外国有8速 AT， 但是这个版本就没有。车主换了一个 Tomax 的 Intake Carbon Hard Race 的前面的 strut bar， 还有后面的 strut bar， 引擎这个部分搞定。至于呢，这个车身方面呢是 Yofer 的 Body Kit 啊，我也把这个改装的历史呢写在下面 description，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哦。前面的高度为大概2根手指的高度，因为它换成了 BCBR 的 4G Top Tank Adjustable，Rage 的4活塞刹车卡钳，还有 Tommy 的轮圈，轮胎配搭着估计一个 F1 A5 的轮胎，235 45 R18， 后面呢也是一样哈、大概2根手指的高度，18寸，235 45 R18， 刹车卡钳喷红色，后面这里还有 Agapovic 的 tip， 但是这个是假的，for 外观。
好看而已啦。这个整个外观没有话好说，真的是很帅哈。你们也可以去 follow Instagram 哦，他拍了很多美美的照片给你们看。那我们去把车子打着一下，这个版本就少了记忆座位，它只有普通的这种电动座椅，风行式踏板，我的最爱。start 了咯，没有声音的。我们来踩一下油，看它有没有声音。你踩了油之后，它就会 start 车了咯。踩下去没有力的，它不会拉高转，它只会给你一点点罢了。CVT 5段变速箱，还有 Manual Mode， 但是它就少了一个 Pedal Shift。可以自己加的，没关系哈。只要你挂上 D 的话呢，它就会自动解除刹车系统。如果你挂到去 P 的话呢，它也会自动拉回这个刹车系统啊。碳纤维的方向盘也是车主改的，但是就没有 Pedal Shift 啦，空空的。马来西亚也是拥有着一样的东西，这个我就不介绍太多。马来西亚还有 JBL 的唱机，还有它的 speaker， 但是这一个就没有哈，这里也是没有喇叭。马来西亚有的，大概就是这样了。Australian spec 啊，话不多说了，我们去试驾啦 ，Let's go。我发现到马来西亚版本呢是有电动的 adjustment steering wheel， 但是这辆车就少了，它只有手动的，不是一个大问题，但是分别啦，给你们看一下哈。哇，伊登的桌子也是蛮低的哈，就其实基本上是放到最低的，我的最爱啊。你这个是怎么去弄的？你换了仓机还是什么？没有，就加一个那个 Android box， 就躲在里面。哦 ，Android box 就可以啊，就是用它的原装仓机就好了。对。Alright， 好，明白。哇，第一上手的话，这辆车哦，它不是让你会觉得很恐怖啊。一踩就是来的，因为我现在用这 Eco Mode 啊，我 try 一下的 Eco Mode 哦，一上手就感觉到这个 BCBR 的感觉哦，就是，you know， 会有一点跳，但是我们这种轴距长的车，超过2800mm 的车哦，都是舒服车来的，就不管你换上什么 adjustable 好，上了高速还是很舒服的啊。这样子驾也是很舒服，驾一下啊 ，steering 这个方向盘的重量。女生都可以接受，不是说太重，也不是说太轻，刚刚好。我有点不习惯啦，讲真的，一上了 hybrid 车的时候，你就少了看那个 RPM 的那个数，那个 meter 有没有？你这Luffy 可以看到哦。OK。伊登，你这辆车哦，你是打一桶油，它大概打多少liter这样子？通常一桶油我打45L左右了，但是它的桶是50L。因为新加坡都是比较少，像我们跑 highway 这样子啦，它是比较小 highway 啦哈，所以你可以打满一缸油，你可以走多少 km？ 你有做过 record 这样子吗？就普通有那种青红灯，还有跑 highway 这样，就是差不多850这样了。有些人比较带福德的就可以走差不多1000了。你有想象到一个 D segment 哈？D 型房车，一个房车耶，它的油耗竟然像阿夏这样子，还是甚至比阿夏更多。讲真的啦 ，Camry Hybrid 我是第一次上手，我真的是连上一代的 Camry Hybrid 我都没有驾过，所以我还是对 Hybrid 来讲不是很熟悉。只有你在看它那个 indicator 这边到底是不是写的 EV， 就代表它是走的电。然后你加了 Lofi 也是一个好处啦，就是可以看 RPM meter。所以当它的这个引擎是没有在工作的时候呢，它是在0。你拥有了这辆 Camry Hybrid 大概多久了？2020年的8月哈，对，差不多刚过2年左右了。现在是 EV mode， 连引擎是还没有出来的。如果你轻轻踩的话，那个引擎是不会出来的。现在它又出了，它是要看它有没有电啊，还是怎么样啊？对，如果没有电的话，那个引擎就会操作。其实这个 hybrid 车哦，改这个 BBK Big Brake Kit 啊，我们讲的不是应该说比较难改还是怎么样的吗？不会的，不会哦，所以就是 normal 这样子改而已啦哈。对。哦。因为我对 hybrid 车真的不熟悉哦，尤其是 plug-in hybrid 也是一样，因为很少去接触到哈。我相信会点进来我的影片的人哦，他不是因为看 hybrid 这个字，他可能会看是因为 Camry XV70，他们会好奇，马来西亚有 hybrid 吗？其实是没有，这辆车是新加坡车才有，很舒服，很安静，你没有听到引擎的声音，你只能听到那个胎噪在走。当然，你的油门一脚踩下去，引擎还是会介入的话呢，你还是听到它的声音的。它不像我们驾的那纯电动的车啊，根本是完全没有引擎声音，怎么踩都好。我 try 放 normal， 感觉油门稍微冲了一点，它就好像没有一直在用 EV mode 这样子咯。当它写的 ready， 就是代表还有足够的电，它可以随时进入 EV mode 是吗？应该就是这样讲的，就是你踩的时候，它没有需要太多
可是也要看你那个电池够不够。哦，我超车超简单的嘞，我就是踩那一点点多，它就直接去哈，那个瞬间扭力啊 ，instant dock 啊。然后我感觉到有一点罪恶感还是怎么样，感觉到它的引擎哦，有时又开，有时又关，抓不住它到底是怎样哈。哦，还有一个 EV mode， 如果你按unavailable， 哦，你不可以超过那个指定的时速。纯电动的话就是40以下，在 normal highway 这样，它就会有时用你的那个速度来冲那个电池，要不然就是100/100。其实上手 Camry 来讲呢，一代比一代哦，都是很熟悉的。你会感觉到，我从旧款的 Camry XV30或者40都好，我一上来这个70载，所谓的 XV70啊，你还是觉得很多东西都是很熟悉。比如说它的那个窗口啊，这里啊，都在你右手，锁门、解锁、灯啊、开关啊，你的挡挂。但是这一代就少了那个脚刹，有没有？它就电子手刹了吧？要找的东西基本上都找得到。这个刹车改了4 board。4活塞刹车卡钳哦，踩下去就比较软一点的，它要踩的比较省。但是这个是什么国家的 brand 啊？这个这是台湾的。加这辆车嘞就要厉害价，因为它的车头跟车尾都是偏长哦。你会觉得它车身会稍微稳一点，battery就比较重嘛，在后面。它就是在那个后 rear passenger seat 的那个下面，所以会比较 balance 一点，后面就对。没有这么轻。我刚刚有小踩了一下哈，我从一个电动模式开始，我稍微踩深一点油门，电动马达跟它的引擎介入的时候，两个一起运作哦，你不会感觉到有任何的顿挫感还是怎么样，引擎介入的很顺畅，还是传统式的 hybrid， 电箱没有电，你就没有那个瞬间扭力这样子哈，你都是要靠引擎来运作了的。如果你是买的 Honda 的那种 iMMD， 我也说过 iMMD 引擎是配角，电动马达才是主角，这个就相反了，引擎还是主角来的。哇，你的平均油耗16 km/L 耶，已经很低了，因为我昨天刚上云顶，很多资讯可以看耶，真的是还不错。看我的油门不到58的油门，虽然没有 RPM meter 看，它至少有那个 gauge 让你知道你是在 eco 还是 charging 还是在 power。有时候很尴尬一下，两辆车的速度一样快就很好驾嘞，很顺哦。真的，如果这个 Camry Hybrid 在马来西亚我卖的话，这一款我跟你说，我超爱的。第一，它省油嘛；第二，它的动力真的是还不错的。我们把它直接挂到去 Sport。OK， 来，我们踩完。哦。Sorry。100。哇。哇靠哎！真的很快，真的很快，感觉到它的力真的是一直来，一直来，没有在断气，有没有看到吗？你有改什么 remap 那些吗？有稍微 remap 过一点点，但我也不知道它到底加了多少扭力啊。我感觉到真的它的动力哈一直在上，一直在上，可能你们觉得不会很快，但是我觉得你看，油门一脚。真的哎，你一直感觉那个力一直来，一直来，它不像汽油版本啊，可以讲这个比较有贴背感哎。哦，是吗？这比较有贴背感真的。2.5它没有这样的感觉，可能因为2.5是 6AT 啦，我加的那一个，然后它的 RPM 一跌了就没有这样有力。然后这个 ECVT 呢，直接是动力很瞬间的直接来。对，120过弯哈，你看轴距长的车就是有一个好处，就当我们在这个高速过弯的时候啊，真的是很稳定啊，这个也就是我们的 D segment 的优势哈。引擎的声音是因为你改了那个 open board air filter 是吧？它才有那个嗡嗡那个声音。对，那个 air filter intake 啊，要不然应该是原装的话很安静的哈。对，比较安静。通常你开车，人家都不知道你已经开车了。买 Camry Hybrid 在新加坡开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哦，因为市区驾驶会比较多，驾这种车的话真的是有优势啊。对。因为那边也有那个 VES remap 对，就比较便宜是吧？对。我也比较喜欢 Hybrid 或者 Plug-in Hybrid 比较多，因为
全电动模式在马来西亚，老实讲还是很不方便的。我尝试过看一个马来同胞啦，他去到登嘎努还是去到一些比较稍微偏僻的地方，他去到那些酒店啊，找那个 3 pin plug 哦，到一个24小时才能 charge 满那个 Tesla。你又没有 fast charging 的话，你就很头痛哦。去到一些偏僻地方的话呢，没办法，还是要这种车，就算没有电都好哦，它是用油来去 charge 电的 ，braking 开始来去 charge。我一松开油门，它也是在 charge。当然，我一刹车的话，它会 charge 更多电啊，很好上哎，好像在驾德波车那种感觉。在这个上山的路谷毫无压力，有没有？而且我很喜欢开 Camry， 就是它够舒服，轴距够长。背高速的时候呢，我们去到很快，可能160、170，真的是没有问题的。当你从新加坡过来的心得，找跑 highway 是不是很爽嘞？带着我的老婆父母啊。我相信跑白事应该他们都不会骂你的吧？对啊，其实我父母是很怕的，我走白事他都不知道，因为感觉不出。这样车太舒服了，要不是你装了这个 Luffy meter， 我完全不知道它的转速是在多少了。现在跑到120哈，我不踩油的情况下，它是在0，也就是说它的引擎是关掉了的。现在我在踩，你看它又在开了，3000转。电动马达还有这个引擎一起在运作，所以你会透过这个小的荧幕看到它到底是怎么在操作哦。这一代的 Camry 哦，感觉到过每一个弯有没有 body roll 没有这么多，因为我的那个 rear 的那个 anti roll bar 我也是有换。怎么说它这辆车都不会像上一代那种啊，现在开一个大番薯叫 potato 啊，这辆车干脆很多啊。就算原装的话，我到时候驾到会好驾哦。它的方向盘是我觉得最满意的地方，因为上一代的 Camry XV50呢，它是一个电子的方向盘，但是它没有这样 direct， 没有这么直接，转向幅度的话也是非常多。这个只要摆一点点就 OK， 就比较偏于运动化一点，比较偏于现代的车。你来到马来西亚哦，你一定要习惯一个奇景，就是这个那个冰箱啊，它很喜欢在 fast lane 的，你一定发现得到啊，他们很喜欢挡着那个 fast lane。对，这两辆都是冰箱。你看我100过弯，完全没有压力，有没有？我们不是那种哦，随随便便60过弯跟你讲很稳的，我们是真的是稍微开快一点才知道它的这个操控性怎么样，这样你才知道这辆车到底好不好啊？有没有稳不稳？不是随随便便几个弯小弯啊，很稳啊，很稳啊，阿夏都可以过那个弯，跟你讲。加这个 eCVT 的感觉呢，有一点类似在加普通的 CVT， 要控制一下油门这样子哦。当你要慢下来就松开，你要前往的话你就踩多一点这样子。基本上我没有什么用到 brake 啦哈，我就是把那个油门一松开，它就有带一点 engine brake 这样子哈。只是说，如果这个 hybrid 呢去改 exhaust 的话，那个声音出来，我觉得会不好听，真的，一直都在呜这样子。所以我们家 Camry 也是不好去改这个啦，因为 Camry 还是一个 Camry， 你改 exhaust 来，除非你是 V6 啦哈。新加坡有卖吗 V6？ 没有。哦，那个版本没有卖，只有美国有。我很羡慕外国的那个3.5 V6 哦，真的是 TRD 好快哦。你看出来没有？看那个 side mirror 的。这种人呢，就是要给他一点那个灯啊，还没有力。其实它不是没有力哦，你要知道我现在油门是轻轻踩罢了，我不要踩这样多，等一下留一点电量给云顶。它其实会不会没有电呢？不会，它会还是保留在一般也好哈。所以当它没有电，它还是保留在那个20到80之间，它也不会满。对，它是不会满，除了一顶下来会满。新加坡驾车是特别会满。好，明白。好了，那这个影片非常感谢伊人，我们Part 2的影片呢，冲上云霄再见。
你看那个 Panda Corolla 几块哦，云顶好像下过雨哎，地上有点湿湿哦。好吧，那我们就把这停在这里。你看那个 engine 又关掉了咯，所以我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它的 engine 会关掉，也会打开，所以你完全是不知道还要怎么样的，除非是你一直踩大油啦。就这样挂上 P 了之后呢，这个自动手刹就会挂上。非常感谢伊登 ，yes，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门很长，所以这个引擎呢也不需要把它关闭了，反正就是现在都引擎没有用到，它都在用电，就让它用电吧，就这样子。Camry XV70 Hybrid 上山，但是今天地上有点湿湿啊，我不是很熟悉这个轮胎，不过我相信这个轮胎还是可以的，尾巴应该还是很听话的。Camry you know， 我加了40载、50载的话，感觉那个屁股还是很稳重、很踏实的。好了，各位，影片就到此结束啦。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记得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集的 POV 再见。Goodbye。